这个水龙头已经锁不紧，会滴水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换一下这种浴室的水龙头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！我的首页播放清单里面都可以找到相关的影片，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哦。我们买了一组水龙头，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基本上一组里面就是会有这个莲蓬头的管子，然后一个莲蓬头，然后这个水龙头的本体，这水龙头的本体，然后这个是莲蓬头的架子。再来这边有一个零件盒，零件盒里面的话就是有类似这种带开关的，这个类似反耳的东西，带开关的，左右各一个。这是有开关的，这可以用1字起子把那个锁起，把这个开关锁起来。锁起来的话，下一次更换水龙头，这边是接墙壁，这边接水龙头。因为下一次换水龙头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个关起来，那就不需要去楼上关那个水的总开关。那这个的话就是罩子。就是刚刚那个贴在墙壁上面的罩子，还有2个这个橡皮垫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水龙头的本体。你们家假如是公寓的，你不太想上去关水的话，就要换这种开关。换这种开关，这样下一次换水龙头的时候就不需要上楼关水。但是这种开关也是有缺点，它久了之后也是有可能这个开关的这个部分这里会渗水出来。因为传统的老款的话是没有带开关的，没有带开关的话，它就是不能关水，但是它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这一个机构，所以这边也不会渗水出来。那这个水龙头的本体的话，像这一款的话，算是中高价位的产品啦。好，那一般我们怎么来看它的这个这个是高级货呢，还是普通货？一般我们要看这个水龙头的，像它这个的话，就是整颗是比较大颗一点的，然后这个手柄也都不是镂空的，有的是镂空的，那种就是为了节省成本。像它这是整根的，然后比较厚实的，这种就是会比较高价的产品。那因为陶瓷芯的部分大概价格就都在那边啦，那所以水龙头会有贵有便宜，主要就是在于它用料，这一颗水龙头的材料。那你当然像这种实心的做的越厚的，那个材料啊铜的成本就越高，它就会卖得越贵。那便宜的一般这边会挖空做镂空的造型之类的，或者头做的比较小颗之类的，那种就会成本压得比较低，就会卖得比较便宜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换一下那个水龙头。好，它这个水龙头的话，它这一个就是
刚刚我说有带开关的那个部分，它这个部分呢，它是使用老款的，就是没有带开关的。哦，没有带开关的好处就是它没有开关的地方，以后不会从开关的地方漏水。那它的坏处就是不能关水。哦，这一定要上楼。我们刚刚已经上楼哦，去把水的总开关关掉。那因为他们这边是电梯大楼，所以上去关水不麻烦啊。哦，那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不考虑换这一颗。哦，就继续沿用旧的。那我们只是换前面这一颗水龙头的部分。需要的工具大概就没几样。哦，这个算是蛮简单的。第一，这个螺丝起子，哦，螺丝起子要用一字的，一字螺丝起子就是要转那个开关。哦，它这边没有开关，所以就不需要一字起子。那另外的话就是活动扳手，或者是类似这种。可以调节的活动扳手。哦，那活动扳手像这一支也是活动扳手。好，这个也是活动扳手。那这个也是活动扳手，这两支都是活动扳手，它是区别在于，它这个是平的，没有牙齿的。那这一种呢是有牙齿的，有没有？这个前面这里，这嘴巴这个地方这边是有牙齿的，所以这一种的话，会把那个表面那个水龙头的表面刮伤。好，那尽量使用这种没有牙齿的这种平滑的。好，有一种是从这边调节的，这样。转，哦，就会打开或者是缩小，那种也可以。一般那一种大概都是平滑的。好，基本上只需要这几支工具而已。那因为我们要转这种漂亮的地方，我们就使用这种没有牙齿的。先把这个软管转下来。然后转下来的话，要注意一下，它这个软管这边有一个垫片，有一个橡皮垫，橡皮垫不要丢掉。哦，橡皮垫不要丢掉，因为丢掉的话，会漏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确定没水了嘛，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转起来。那转这个的话。主要就是左右两边要同时，比如说我刚刚松开了一点，那现在就要松左边的，你不能一边拆下来了，另外一边还卡在上面这样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因为我们这个是垂直的，所以这个东西要直的进去，然后直的出来，要平行的，不能这样倾斜的话它就会。造成那个牙齿的损坏，螺纹的损坏。正常来说，这个转松了之后，就可以用手来转，稍微把它扶正，哦，手就可以转得下来。这样子就拆下来也不难。它这个地方也是有橡皮垫片，哇，有点脏。它的地方这里面都是有橡皮垫片，所以一般这种东西设计的时候，如果有安装橡皮垫片的话，就不需要用止泻带。好，那如果是金属锁金属，然后没有橡皮垫片的话，一般就一定要用止泻带，不然它就会漏水。
好，那这是我们的新的水龙头，稍微比一下，先稍微比一下，因为每一款的水龙头它有可能那个间距会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先稍微比一下，看它跟旧款的是不是合。如果合的话，就不需要做调整。对，它这个刚好是合的。好，如果不合的话，你就要调整这2颗。哦，比如说要窄一点，就要往中间挤一点；要开一点，就往外面扩一点。但基本上，因为我们像锁这个东西的话，都是顺时针锁紧，所以尽量调整的时候，尽量不要逆时针调整，尽量可以的话都顺时针调整，就是要越调越紧，不要越调越松，越调越松有可能就水就会从墙壁这边渗出来。好。那安装这个，像刚已经有说过，这个地方必须要加一个橡皮，它的设计是需要加一个橡皮垫。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买的时候他就有附了2个橡皮垫。像这样橡皮垫，我们就要先把它放在这边，先放在这边，因为它这是一个凹进去的，所以你这里放橡皮垫比较方便。那不然你这样子。放在这边你要安装不好安装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放在这边，好，把橡皮垫放好，然后再这样子锁上去。然后这个锁这个的话，要注意它有没有入牙。我们一般会先逆时针转，然后确定那个螺帽有入牙之后，才正着转。千万不要说。直接就一直顺时针正着转，像这样有咔咔2声入牙的声音，所以你要稍微推一下，然后感觉它有陷下去，有入牙的感觉，这样子的话才不会硬转把那个螺纹转坏了。螺纹转坏也是相当的麻烦，有入牙了，这样2边都入牙，然后就手先扶着，因为它这样子。会垂下来，就比较重，会垂下来。垂下来的话，你会不好转。我们先把它扶正、扶水平，然后左右2边，要水平的锁进去。好，然后因为我们里面垫的是橡皮垫，所以我们不要一直硬钉，就是不要一直把它扭得很紧，因为扭很紧的话，那个橡皮垫有可能会被你锁到。那个破裂，挤压过头，橡皮垫就会破裂。那橡皮垫破裂之后就没有止水效果，就会漏水了。所以我们只要转紧，只要把它转紧就可以。当然这是需要有一点点经验啊。大概什么紧度这样子不会漏水就好，不能。一直转，怎么感觉好像转不紧这样子，然后就一直转。其实它已经咬到那个橡皮垫，它就到一定的紧度，它就不会漏水了。所以不能一直把它转到底的话，那个橡皮垫就坏了。好，基本上我们这样子就差不多完成。那这个莲蓬头的话，因为他们是。说不要换，不要换的话，我们就照原本的装回去。但是有可能这个橡皮垫，因为你照旧的装回去，有可能这个橡皮垫呢，它老化之类的，有可能会从这边渗水。如果渗水的话，就要换这个橡皮垫。因为他们是说原本莲蓬头没有坏，那没有坏的话。他们不想换，那把新的莲蓬头先留着，等到坏掉再来换，这样子，这样也是 OK。那这边一样也是有橡皮垫，所以我们也不能过分的锁紧。那我们等一下稍微把它确定锁紧了，然后我们就开水试一下，如果还有漏水再锁紧一点。那如果没有漏水，就不用再紧了，就不会漏水就可以。不是说一定要转到转不动这样子，只要记得只要有用橡皮垫的，都不是
就是不是要转到转不动，就是转到不会漏水就可以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就准备开水，打开水开关来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要顺带一提的就是，它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滤网，在这里有一个滤网，这边这个滤网呢要定时的做清洁，因为有时候会有铁屑啊、渣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就会影响到水流量，所以这个滤网的话，需要定时的做清洁，也不用很长啦，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铁屑渣啦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觉得水量有变小，就这边把它转开，然后打开里面就要做清洁，就把铁屑跟一些脏东西把它清掉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水已经开了，那我们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水。那如果觉得有漏水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要再稍微锁紧一点点。那基本上我刚摸了一下，应该是没有漏水。没有湿湿的，不过我这边稍微再把它加一点力量。对，这样都是干的，没有漏水。那既然这边刚好拆下来了，那我们就来把它做个排空好了。因为里面会有一些脏东西嘛，那我们确定没漏水 ，OK， 没漏水，都是干的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水龙头打开，这滤网刚好拔下来，那它脏东西它就会直接流出来。那冷热水都两边都要，它脏东西它就会跟着喷出来，然后热水这边也是一样。如果管道里面的脏东西，它就会先喷出来。好，那应该这样子就没问题。我们再把这个滤网再把它转回去。那有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拆东西嘛，那因为原本就有可能会有一些脏东西在里面。那如果你没有把它做排空的动作的话，它有可能那些脏东西，因为你去动它，所以铁屑有剥落什么，它就会停在这边。那你可能奇怪，怎么才刚装好，怎么感觉水这么小？那有可能就是你在更换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些脏东西呢，刚好卡到，就刚好一开水，然后你没有排空，脏东西就全部都停留在那个滤网的地方。好，基本上它这个用手锁紧就可以了，或者你要用工具再稍微加压一下也可以。我来试一下，它只要不会从旁边喷出来就 OK。那因为你不用工具加压的话，直接用手锁紧的好处就是你下一次清的时候用手可能就可以打开。好，那检查一下没漏水，这样子基本上就这边我们刚拆过的地方没漏水，这样基本上就 OK 了。好，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